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hinking in Chinese 中文思维播客。这是一个面向中高级中文学习者的播客节目，我是小韩。大家最近怎么样啊？有没有看世界杯呢？希望你可以在看球之外，继续保持学中文的习惯。比如说，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听我的节目。你也可以一边做其他事，一边听播客，像是散步、跑步，或者做饭、打扫卫生的时候。对了，顺便提醒大家，你也可以在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s 上听我的播客。你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平台来听。我自己呢，也很喜欢一边听播客、听书，一边做其他事。比如我做饭、做家务的时候，就一定会用手机听播客，这样就能一举两得了。一举两得是个很常用的成语，我们先拆开来看。举就是举动、行动，意思就是你做一件事。得就是得到，所以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你只做一件事，但是同时得到了两种好处。你一边做饭，一边学中文，饭做好了，中文也进步了，这就是一举两得。如果你听的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去看看文字稿。每期节目的文字稿，你都可以在视频描述里找到链接。点击链接，加入我的 Patreon 免费会员就可以看了。好，说回正题前几期节目你可能听过我讲的孔子的故事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另一位思想家老子。在中国，老子和孔子一样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认识他。说到老子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本很有名的书，叫《道德经》。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。创始人，创和始都是开始的意思，所以创始人就是第一个想到这个想法，并且开始做事的人。比如马云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，最开始就是他开的这家公司。学校的创始人就是最早建学校的那个人。老子就是道家的创始人，是他最先想出了道家的思想。老子的思想不仅在2500多年里影响了中国，也影响了全世界。他把他的智慧、他的思考还有想法都写在《道德经》里了。这本书据说是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作品之一。但是关于老子，我们真正知道多少呢？其实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听起来很像神话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
甚至连老子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，大家都有很多争议。争议，争就是争论，议就是议论、讨论。争议就是大家想法不一样，你觉得是这样，我觉得是那样，没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答案。那老子到底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要写《道德经》？老子到底说了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老子的故事。同时大家还能学到一些有用的新词汇。因为老子的故事比较长，所以呢，我会给大家分成3集。今天的第1集，我们先来说说第1部分，老子到底是谁？在正式开始前呢，和往常一样，先给你留个问题孔子见过老子后，觉得老子像什么动物？ A. 一匹马， B. 一头老虎， C. 一条龙。结束的时候我会说答案。对了，在上期节目里，我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，我把有正确答案的那部分剪掉了。有细心的朋友听完后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在这里非常感谢。这期里呢，大家请放心，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大家可以放心听到最后，听完你们就知道答案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。让我们先从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开始。老子是谁？我们从他的名字说起。大家可能知道老子有很多名字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老子。子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子在中国古代呢，是对老师尊敬的叫法，比如孔子、庄子、孙子，就是孔老师、庄老师、孙老师。那老呢？大家注意了，老不是姓，老从字面上看就是年纪大的意思，所以老子的意思就是年纪大的老师。想象一下，你早上见到老子，跟他打招呼，老子早上好，就是说年纪大的老师早上好。听上去是不是怪怪的？老子这听上去根本不像一个真名，不像一个真正的人名，对不对？其实关于老子真正的名字有很多种说法，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是李耳。他姓李，名字呢就叫耳，耳朵的耳。老这个字呢，
实际上啊，是大家觉得他很有学问，对他的一种尊敬的叫法。关于老子的名字，还有一种有趣的说法，是民间流传的。民间流传就是说，官方记录里没有，都是普通人自己说的。这个说法是什么呢？他说，老子出生的时候就是老人的样子了，长着白头发、白眉毛。不知道大家看过一部电影没有啊？本杰明·巴顿骑士。这部电影里的人呢，出生的时候啊，就是老人。老子出生的时候也是个老人的样子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叫他老子。顺便提醒一下大家，子在这里读第三声子，如果你不小心读成了轻声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。大家肯定都知道唐朝吧？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朝代。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，华人住在一起的地区就叫唐人街。像美国纽约、旧金山都有很大的唐人街。朝代呢，就像是古代中国的不同的公司。一个朝代就是一个家族公司在管理这个国家。比如说，唐朝就是姓李的家族公司在管理这个国家。唐朝的皇帝，也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最高统治者。统治者，统治的人，就是管理国家的人。这种什么什么者的词啊，在中文里呢还挺多的。比如作者就是写作的人，读者就是读书的人，消费者呢就是花钱的人。唐朝皇帝说，老子是我的祖先。祖先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你家的长辈。比如说，人的祖先在非洲。那为什么唐朝皇帝要这么说呢？因为啊，他们和老子一样，都姓李。那唐朝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为什么要把老子当成他们的祖先呢？实际上啊，他们和老子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种做广告的办法。国家做的广告就是政治宣传。就像现在的公司为了卖出更多东西，要给自己的牌子做广告，这都是一种品牌营销的方式。如果一个新牌子说，我和一家100多年的大公司有关系，那么消费者啊，也就是买东西的人，肯定会更相信你。唐朝的皇帝也一样，他们说自己是名人的后代，因为他们知道大家都特别尊敬老子，所以啊，普通人
也会更相信皇帝。你可能会问了，那老子真正的后代，也就是他真正的子孙们，这些人难道不会跳出来，指着皇帝的鼻子说：“你是个大骗子吗？”问题在于，老子是真实的人吗？还是说，他其实只是一个传说，一个故事里的人？首先，老子的出生地，他到底出生在哪，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主要有2个地方，一个在河南省。在古代的历史书里啊，大家一般都认为这里是老子的老家，老子的家乡。现在很多纪念老子的活动就在这里进行。还有另一个地方呢，在安徽省。这2个地方啊，现在都有老子博物馆。其中，河南的老子历史博物馆里收藏了1000多个老子雕像。雕像就是用木头、石头或者金属做成的东西。比如，意大利罗马的街上有很多雕像，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也是雕像。博物馆里有很多雕像。老子博物馆里的这些老子的雕像，每个都不一样。我还没去过，有机会啊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之前我在去安徽省博物馆参观的时候，看到了老子的介绍。也是在那时候，我才注意到，如果老子当年真的出生在安徽，那老子和我就是老乡了。老乡的老，在这里啊，不是年纪大的意思，是说很熟悉的感觉，像老朋友一样。乡就是家乡、老家。老乡就是和你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，比如都是山东人，都是北京人，或者啊，都是同一个村子的，同一个城市的。我是安徽人，如果老子也是安徽人，那他就是我的老乡。好了，让我们先回到最开始的地方，回到老子出生时候的那个世界。在古代历史书中，有一种最主要的说法，说老子大约出生在公元前571年，也就是2500多年前。他是春秋末期时候的人，末期就是晚期，最后的一段时间。比如说，一个朝代的末期，老子就出生在春秋时期的末期，春秋时期的最后一段时间。那春秋时期是什么时候呢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时代就是历史上或者一个人的一生中
非常有特点、很长的一段时期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我们在孔子的第一集播客里提到过，春秋时期，那时候中国分成了许多小国家，各个国家之间打来打去，今天你打我，明天我打你，没完没了，停不下来。老子呢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不太和平的世界里。和平就是各个国家之间不打架、不打仗，大家都很友好，普通人可以安全的生活。算起来老子比孔子大约大20岁。有一种说法，说孔子30多岁的时候，曾经专门去找老子，去向老子请教问题，专门就是只为了一个目的做事。孔子只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问老子问题，专门去见老子。孔子走了500多公里去找老子。在古代，大家知道交通不发达，路呢很不好走。但是你看，孔子还是去了，因为他特别好学，特别爱学习。而且孔子这个人也很喜欢旅行。他50多岁的时候，还带着学生们在各个国家之间旅行，想要说服各个国王。见到老子后，年轻的孔子先是说了一些古人说的话，他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。然后他问老子：李老师，您怎么看这些人说的话呢？老子摸了摸自己的白胡子，想了一会儿，告诉他：你说的那些人他们死了很久了，人和骨头都烂掉了，没有了，现在只留下一些话而已。老子的意思是，古人的话实际上不重要。老子继续说，有钱的商人不会把宝贝给别人看。真正聪明的人呢，看上去会像个傻瓜。你现在看上去太骄傲了，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了，想法也太多了，这些对你都没有好处，快点忘掉他们吧。孔子对老子说的话，心里并不同意，但是孔子回去以后，他对自己的学生说，老子这个人就像乘着风飞上天的龙一样。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一条龙在天上飞，会给你什么感觉呢？很神秘，很神奇，非常强大，是不是？总之，孔子对老子还是非常崇拜的。崇拜就是你觉得一个人太了不起了，你很尊敬他，认为他很厉害。虽然
孔子不同意老子说的，但是他还是很尊敬老子。除了思想，老子和孔子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孔子当老师，一辈子收了很多学生。老子没有公开收过学生。那老子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他是个图书管理员。他工作的地方不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，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。那老子工作的国家图书馆里有什么呢？在没有纸的时候，图书馆里都有哪些东西？还有，老子在图书馆里的工作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下期继续。现在我们来说播客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。孔子觉得老子像什么动物？答案是 C， 一条龙。你答对了吗？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提到的几个常用表达。第一个是从什么什么说起，从什么什么说起。我们平时聊天、开会、做报告的时候，经常会从这句话开始，从什么什么说起。在今天的播客里，我们就是从老子的名字说起的。那我们平时可以怎么用呢？开会的时候，你对同事说，关于这个新项目，我们先从预算说起吧。你和朋友聊天，朋友问你为什么要学中文？你说，关于我为什么要学中文，就从我30岁那年说起吧。第二个，打来打去。打来打去，打是动词，来和去是表示方向。你到我这里来，我到你那里去。动词加来加动词加去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口语结构，像是跑来跑去，走来走去，想来想去，看来看去。这些词给你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刚才我们提到了各个国家之间打来打去，你是不是会感觉打仗这个事儿如果一直进行，就会让人很烦，但你呢又没办法做什么？小狗在家跑来跑去，也会让人有点烦，但是呢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还有，我想来想去，决定不换工作了。就是说，我想了很久，犹豫了很久，决定先不辞职。我再给你举2个例子。工作时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事。方案改来改去，最后还是用了第一版。第一版
就是最早的那个方案，第一个方案。这种时候让人挺无语的，对吧？周末在家，你走来走去，因为外面下雨了，你没法出门，有点烦。好，第三个，没完没了。没完没了。注意了，这里的第四个字读了第三声，完和了都是结束的意思，前面都加上了没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没有结束，没有结束。战国时期，各个国家之间仗打得没完没了，停不下来，让人很烦，对不对？世界杯的广告没完没了，邻居的孩子哭得没完没了，客户的要求没完没了，我都改了5遍了。外面大雨下得没完没了，我的周末计划取消了。没什么什么，没什么什么，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词语结构，像是没日没夜，没有白天，没有夜晚，什么意思呢？白天和夜晚一样，一直在忙。他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没轻没重，轻重没有不一样的。他说话没轻没重的，说话没有轻重的区别，都一样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人说话很不小心，不知道哪些话该说，哪些话不能说，经常说错话，让别人生气不舒服。比如说，你呀，刚花了不少钱给你的狗剪了毛，你的邻居看到了，说：嗨，你的狗狗的毛是被火烧了吗？这就是说话没轻没重。好，今天的词汇部分啊，先到这里。如果你还想听更多，欢迎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，我会在那里再讲5个本期播客里提到的实用表达。今天的内容呢，就到这里。下期啊，我想和你继续聊一聊老子。第2部分中，我们来聊一聊他为什么要写《道德经》。希望你喜欢这期关于老子的节目。如果你对老子有一些了解，或者对老子的思想感兴趣，欢迎你给我写邮件和我讨论。我的邮箱地址啊，就在视频描述里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拜拜。